上周比特币产生了扎针大反弹的行情，最低点呢是曾经跌破88000，这个周五华尔街最低节点过后，收针就直接上头反攻了4000多点。这一波周末的加仓反弹过后，会不会代表着比特币多头就在周一开始持续到降息的那一个晚上呢？这周我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基本面以及什么技术面？这一周呢，我想跟大家聊的最重要的是，并不是周三晚上会不会宣布降息，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钟，因为降息按照当下的一个利率期货来讲，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在10月还是11月的时候呢，就炒作这个降息，结果都让他失望。为什么？比特币的价格并没有因为降息涨上去，反而就是在降息过后慢慢崩下来，这是你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另外呢，我们回归到比特币 ETF 这里，就实打实证明了外界资金到底看不看得上比特币。在上周比特币价格来到84000，然后去到93000，还盘了几天，结果呢迎来了什么？并没有什么资金流入，甚至在周四的那一天流出了2亿，然后周五那天呢流进了500多万。这些流入的资金呢都是非常少的，对比之前的大牛市来说，那每天都是5、6亿、7、8亿的这种资金比例啊，那真的不算皮毛。所以呢，这里不要去说用链上数据如何看待那些距今坚定的持有比特币，一定要实打实的看一下 ETF 的资金流入情况。因此，我个人觉得比特币当下并没有改变下跌的趋势，所有的反弹可能都是为了更好的下跌。比特币的周线级别呢，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多空双杀的十字形。那怎样多空双杀呢？首先，它打了前一周的高点，顺便打了前一周的低点，这代表在前一周，无论你是做多还是做空，都会出局。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是震荡行情里面比较常见的多空双杀行情。我们从周线级别去判断，就是比特币的价格从顶部呢一度下跌至36%，过后呢，它会进行一波盘整。也就是震荡的行情，震荡洗盘过后，由于趋势已经产生了，所以呢，它会继续往下探，去探这样一个74000的底部。那这一个前低的节点呢，也是多头流动性的最终清算节点。我相信在这个位置上出现扎针反弹的话，会迎来一波不错的多头行情。这是我从周线级别去预判的这样一个价格行为。我们再回归到比特币日线的 K 线图当中，我在上一支交易视频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每一次出现放量止跌之后呢，一般来说都会有个震荡行情。震荡行情里面比较常见的话，就是比特币产生到了一个更高的高点，更高的低点。那这样子的话，岂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多头的结构？但多半是这种震荡行情，震到尾声之后呢，就会加速的下跌。这是非常多次比特币价格去诱导多头价格行为。那这个其实呢，也叫做上行通道，用技术术语来做就叫做熊崎了。那为什么叫熊崎呢？因为就下跌过后呢，一定是急速下跌之后然后呢上涨的一个通道，最终往下跌，这就是标准的一个旗杆。我们回归到更短的时间周期线4个小时，然后这里呢，我们去拉一个斐波那契你会发现它在上一周的低点精准的落到了 0.618 的位置。那这里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刚好是触碰到87000的附近。那正是因为出现了多空双杀行情，所以在通道里面呢，你要尝试去做交易，你要告诉自己合理空头的交易机会在哪里，还是说冷静的等待降息会议之后。如果非要吃短线收益的话，其实你就是在做一个2块钱换1块钱的投资交易，是不是不太划算？说完了技术面的指标，我们来看一下更基本面的信息那也就是币圈周报。以太坊在2025年完成了重大升级更快更便宜的主网已经来临，那也就是佛萨卡。如果你不太清楚佛萨卡的话，你可以看这篇文章，因为它这个讲述的还是比较全的，或者你可以看一下 Panews 就 PANEWS 的那一篇文章，讲的也很全。那直观感受就是 gas 水平的话急剧降低那现在的话大概 gas 的水平的话是在 0.35如果你没有下载这个 gas node 的话，你可以去进行下载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如果你发现链上开始出现就是费用开始抬升那说明链上有些大事情。那么通过升级之后呢，目前以太坊主网单笔转账 USDT 所需的 gas 费已经降低至 0.01 美元，大概在 0.029 的 gas 的区块尝试了一笔这样的转账交易，用时的话不到1分钟。但其实熟悉我们加密行业的人都应该清楚我们这边有三角关系如果你要确定安全、快速以及是可拓展性，也就是效率，找到这三者的平衡，那我们都知道佛萨卡升级的话应该主要还是速率上的问题那么就对应着速度是提升上去了，那么安全性和我们的可拓展性效率就会缺失。那这里的缺失不是说提高速度之外这两个就不要了，就是说在原有的情况之下，那速度提上去了，安全和我们的可拓展性效率就会
暴露的问题就会更多。You have the compounding effect. Bitcoin is an asset of fear. 贝莱德 CEO 也就是 Larry Fink， 那么他宣布部分主权基金在近期比特币下跌期间购买到比特币啊。那其实简单来说就两句话，有主权基金正在大量买入比特币，并且呢他们在8万多的时候呢明显买的更多了，所以呢主权基金正在大力抄底。那除了他演讲这些东西之外呢，这个礼拜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发表这篇文章，就是贝莱德营运长为什么说代币化生态将改变整个金融。在这个文章当中的话，有一个最精华的片段，就是说加密货币跟传统金融的碰撞感觉上是在竞争，实际上区块链的系统并不会完全取代现有的金融系统，相反你可以把它视作一座就从河流两岸共同建造并在中间汇合的桥梁，合作还是比竞争更多的。下一个信息的话是摩根大通又重新表态了，在未来6到12个月理论价格将会冲至17万美元。那上个礼拜还是前2个礼拜的话，有说微策略可能会被 MSCI 的指数给剔除，那很多人就恐慌了，但摩根大通又站出来告诉大家，这个恐慌呢，大家其实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虽然它剔除之后呢，可能还是会有流动性的流出，但它已经是最低点了，价格呢已经跌过去了。未来呢，比特币依然是中到长期看好的。上周最精彩的焦点应该是聚集在币安的区块链周，那它在杜拜的话应该是免钱啊，相信各位观众啊应该有去，或者是有在视频上看到过。那我没有赚到钱，所以呢我也想去，但我去不了。这里的第2天收官那场演讲是 CZ 对上了 Peter Schiff， 一个是比特币领袖，一个是黄金，他应该是黄金的 broker， 但大家对他印象深刻的是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比特币黑，就一直没有喜欢过比特币，从比特币100美元就开始骂到现在。然后呢，他现在在做黄金的代币化，那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讲他为什么在做代币化的黄金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 CZ 有跟他就是在讨论，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是真正的钱？那 CZ 强调的话就是稀缺性，因为钱最不想要的就是它会通胀嘛。那美元是通胀的，黄金通胀性也比比特币高，但比特币的通胀性就摆在那边，它就是2100万克。那根据这件事情呢，然后他们就稍加理论。后面呢，我觉得 CZ 应该算是一个智商非常非常高的。然后那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说呢？因为在这场演讲当中呢，他拿出了一块黄金，然后给到我们就面前的比特币黑啊，他说你怎么判断这个黄金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他说我也没有办法判断，我需要就是精密的仪器，然后呢我才能就是识别出它这个黄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仅凭就是说触碰或者是肉眼去观察，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到底是真是假。然后他还开玩笑的，他说你这个黄金是要送给我的吗？他说就算我送给你，你也带不走这个国家，因为你现在出海关不能携带超过多少重的什么东西，就黄金也好，或者其他那个什么等值那个价物也好，然后就在开玩笑在说嘛，因为他不是要发行代币化黄金嘛，然后他又问现在的黄金价格是多少，就1盎司的价格是多少？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不会说1盎司，我们会说1公斤。如果你作为一个黄金的 broker， 我认为啊，就建设黄金的那一批人，1公斤跟1盎司，如果你内心啊就没有这种换算比例的话，你是不太称职的。所以你要说做这种代币化的黄金也好，或者什么其他业务也好，我真的很难怀疑你这个业务性是否就是可以。然后再回到他们之前这个话题，就是说在聊什么是真正的钱。然后聊到比特币，他认为比特币是一个代币化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发行代币，任何人都可以就是那个发下一个比特币。但我们都知道，比特币是龙头老大，就是这种地位是没有办法撼动的。它撑起了整个区块链等等这样类似的。那我们 CZ 的话也没有说去反驳他，就是说可能尽可能再跟他就是说也许未来可能更多的国家会接纳这一个。那就在聊这些东西啊。那其实整一个话题环节的话，你感兴趣可以通过币安的 YouTube 频道啦去查看这个视频。那台下的人都是哄堂大笑，因为你想想，一个要发行代币化黄金的人，不知道1公斤跟1盎司的换算比例，然后是多少钱，那想想也是挺离谱的。如果还未注册交易所，可以通过我们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同时，还可以参与新人福利、数字盲盒、体验金的奖励。
另外，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的观众，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指标平台当中申请解锁 SVIP 权限。该权限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指标平台当中观看任何想要看到的数据信息，帮助各位更好的发掘入场机会。也可以凭解锁的 SVIP 申请我们仅为会员开通的 Telegram 群组。这里呢是专属的信号群，我们会每天分享开单信息，支撑阻力点位，清算关键位，让各位的收益更加透明化。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市场阴晴不定，还是要敬畏市场，减少开单，保护我们的本金。那我们的指标平台同时开设了独特的空投机制，每天打卡以及观看视频均可以有经验值的奖励，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作为日后的空投凭证。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计划，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另外呢，我们提供了客服群有 SVIP 的问题在这里提交问题，我们会进行到及时跟进。那之前平台更新了一下，估计有一部分人 SVIP 掉了，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出了这样一个群组，然后有任何相关的指标问题或者其他问题也好，都可以在这里面进行发言，我们会积极为大家处理。